帮同事买彩票中了1500万，他只扔给我2万块。我二话没说，捡起那还不到他零头的钱揣进兜里。行，听你的。张建国以为我傻，会一直给他当冤大头，殊不知我转身就去了公证处，把所有聊天记录做了证据保全。1周后，当律师函送到他手上时，看着他那张瞬间惨白的脸，我降下车窗。张哥，法院见啊！听说那天晚上他在家坐了一宿，把茶几都砸烂了。昨天下午，张建国从后面追上来，给我转了200块，强子帮我去买张票，沾沾运气。我说你自己去啊，他撇嘴，我这人手臭，买彩票从来不中，你去你手气好。我骂他扯淡，他把号码发给我，又补了一句，记住啊，篮球号码别打错，真中了哥分你一半。我当时顺口回了句，你先中了再吹吧。楼下彩票站老板老马认识我，我经常帮同事顺手带票，我把号码报给老马，老马边打票边笑，又帮你们公司那帮人代买啊。我说张建国的做发财梦呢，正好张建国在微信里发来一条语音，别省那点钱，给我打2倍。我照他说的下了单，老马把票递给我，我顺手拍了一张发给张建国，张建国回我一句，行，中了分你一半。就这一句埋了雷。晚上开奖的时候，我正窝在出租屋里啃鸡架看手机，看着看着整个人都僵了，号码一模一样，我连着看了3遍，腿都软了。一等奖1500万，我手抖的差点把手机扔了，赶紧翻抽屉把那张票摸出来，一遍一遍对，真中了，真他妈是。我缓了半天才给张建国打电话，电话一通那边还不耐烦，啥事啊？我说老张你那张彩票中奖了。张建国哈哈一乐，中5块也算中奖。我咬着牙说一等奖1500万。电话那边先安静了3秒，然后哐当一声，不知道他摔了什么，再然后他声音都变尖了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一等奖1500万，他啊的一声吼出来，连喊了3遍，发了。我把手机拿远了都震耳朵，接着他就在电话里嚎，强子你是我亲兄弟，俺也去兑奖，钱下来咱俩一人一半。我当时真信了，毕竟人一旦被巨款砸到头上，脑子就容易发热。我兴奋的一夜没睡，连租房中介都看好了，想着先换个大房子，再给我妈治病，再也不用受这鸟气。结果一到早上，张建国就翻脸，翻得干干净净。我刚把辞职信拍在主管桌上，身后就炸了，李强你他妈别走，喊我的是张建国，他40多岁，平时在公司装老实，见谁都笑，抠门的连一瓶水的钱都要来回算。我转过身看着张建国，你吼什么？张建国脸都红了，几步冲过来压着嗓子骂，你辞什么职？谁让你辞的？我说我爱辞就辞，关你屁事。办公室一下安静了，财务周丽先抬头，嘴里哎呦了一声，旁边几个人全在偷看。张建国咬着牙把我往楼梯间拽，你跟我出来。我甩开他，有话就在这说。他急了，声音都变了，你要不要脸？那彩票是我的钱买的，我也不装了，直接顶回去。你昨天亲口说过，中了分我一半。张建国脸皮翻得比锅底还快，我随口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你就是个跑腿的。我盯着他跑腿的，你给我200块的时候可没这么说。微信转账还在，号码是你发的，票是我去买的，买完我还拍照发你。开奖前你叫我李强兄弟，开奖后就想把我打成跑腿的。他阴着脸，我最多给你2万辛苦费，做人别太贪。我当场就笑了，真他妈绝！1500万，他给我2万，还让我别贪。我说张建国，你昨晚是不是做梦把脑子做没了？张建国指着我鼻子骂，李强，你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票是我出的钱，没有我那200块，你这辈子能摸到1000万吗？我把他手打开，没有我去买，你连个屁都中不了。你当时亲口说过，中了分我一半。他冷笑，谁听见了？你拿什么证明？我心里猛地一沉，这老东西敢这么硬，肯定昨晚就想好了要赖。可他不知道，我这人没本事，穷的叮当响，却有个毛病，记仇也爱留证据。我掏出手机，点开微信看清楚，你昨天下午2点17给我转了200，后面这条消息也是你自己发的，号码别打错，中了分你一半。这话就是你亲口认下的。张建国眼皮一跳，伸手就要抢我手机，我往后一撤，急什么？还没看完，我又点开了他昨晚发来的语音，强子，我操，真中了，咱哥俩发了，明天请假，俺也去兑奖，奖金到了咱一人一半。语音一放完，楼梯间全静了，连跟出来偷看的周丽听完都倒吸了一口气。张建国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抬手就把我手机打掉在地上，骂道，你录我，你赢我。我弯腰捡起手机，火一下就上来了，我赢你是你想黑我钱。张建国彻底不要脸了，黑你妈，这是我的奖金，你给我把票交出来。我看着他一字一句说，票在我手里，钱就有我一半。他眼珠子都红了，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是没法上了。楼梯间闹完，领导把我和张建国都叫进办公室，主管姓孙一向怕麻烦，一进门就皱眉，你们俩干什么？公司不是菜市场。张建国先抢着说，孙经理，李强偷了我的彩票，还想讹钱。我差点气笑了，你放屁。孙经理瞪我，都少说2句。张建国装的那叫一个委屈，昨天我让他帮我买彩票，钱是我出的，号码是我选的，结果中了，他今天就辞职，还拿聊天记录断章取义，说我答应分他一半，那不就是玩笑话吗？我直接把手机递过去，经理你自己看。孙经理看完聊天记录，脸色一下子变得不太自然。张建国立刻说，这都不算数，谁同事之间不开玩笑？我冷声说开玩笑，那昨晚你那段语音也是玩笑。我把语音又放了一遍，孙经理的脸都抽了。张建国急得脖子通红，我那是高兴糊涂了，人糊涂的时候说的话也能作数。我说你得了吧，没中之前你说分我一半，中了以后你说我是跑腿的，你这是糊涂，你这是贪。孙经理连忙打圆场，这样你们先别激动，钱还没对，事情别闹大，坐下来商量。我问怎么商量，张建国抢着说，我已经说了，给他2万辛苦费。我扭头看着孙经理，经理你听见了吧？1500万，他给我2万。孙经理咳了一声，不敢接。张建国又开始站道德高地，李强你年轻别太狠，我家里有老婆孩子，压力大，我买个彩票不容易，你就跑个腿，拿2万不少了。我火气直冲头顶，你压力大关我屁事，你当时嘴一张一闭，说中了分我一半，现在有脸说我狠。张建国突然压低声音，恶狠狠来了一句，李强，票真在你手里是吧？我心里一紧，嘴上却说，怎么你还想抢？他不吭声了，眼神阴得要命。我那时候就警觉起来了，出了办公室，我没回工位，直接去了厕所，把彩票从钱包夹层里拿出来，塞进袜子里，然后我给我朋友陈涛打电话。陈涛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，干过代驾，跑过工地，嘴毒胆子也大。电话一通，我就说涛子出大事了。陈涛骂骂咧咧，你又欠房租了，
我压着嗓子，我中了彩票1500万。那边沉默2秒，你喝了多少？我说真中。但出钱的同事翻脸了，想独吞。陈涛立马精神了，你人在哪？公司票呢？在我身上。你现在别回家，别一个人走，下班我来接你。还有谁跟你谈分钱？全部录音，听见没？我说听见了。陈涛又骂你他妈别傻乐了，这不是发财，这是开打。结果还真让他说中了。下班刚到小区门口，我就看见张建国和他老婆堵在那。他老婆刘梅，40来岁，嗓门大，脸一拉跟要吃人一样。平时来过我们公司几次，说话做事都很蛮横。我刚停下电瓶车，刘梅就冲上来一把拽住我胳膊，李强是吧？你个小偷，把我家彩票交出来！我一把甩开他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张建国从后面走过来，摆出一副讲理的样子，强子，别把事情闹难看，票给我，我回头把辛苦费转你。我说不给，刘梅立刻炸了，指着我鼻子骂，你一个穷打工的也配惦记1500万？那是我老公的钱买的，你就是个跑腿狗。我笑了，你老公昨晚亲口说分我一半，你没听见？刘梅瞪着张建国，你真说了？张建国脸一僵，马上吼，我那是说着玩的。我说那你现在求我干什么？你有本事自己去兑奖啊！这一下夫妻俩全变脸了，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，票在我手里。张建国往前一步，声音放软了点，强子，咱们这么多年同事，别伤和气，票先给我，钱下来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我拿出手机按下录音，装作掏烟，怎么不亏待？张建国说2万不5万。我看着他，你再说一遍。他咬牙10万，够意思了吧？我笑得都想吐，10万你打发要饭的呢？刘梅一听我还嫌少，扑上来就要翻我包，他肯定把票藏包里了。我往后一闪，嘴里吼，你敢抢我就报警。刘梅哪管这些，张牙舞爪的扑。就在这时候，一辆黑车嘎的停在路边，陈涛下车就骂，干啥呢？一群人欺负一个，他个子高，平时就带着一股不好惹的劲儿，往我边上一站。刘梅动作都顿了，我赶紧给陈涛使眼色，陈涛立刻会意，嘴上继续骂，谁敢动手我现在就拍视频发网上。张建国脸色难看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，你少插手。陈涛冷笑，你们堵人家小区门口抢东西，这还叫自己的事？我趁他们对骂的时候，借着开车门的动作，把彩票从袜子里抽出来，塞进陈涛副驾坐垫底下，动作很快，谁都没看见。刘梅还在那嚎，你们想吞我家的钱？那是我儿子的学区房钱，是我们全家的命，我直接兑回去。你家命值1500万，我就不值钱了。你老公说分我一半的时候，怎么想到你儿子？张建国见来硬的没用，语气一下子软了下来，他凑近我压低声音，李强，票给我，答应你的钱我会给你，2万够你过很久了，别不知足。我差点笑出声，这句话正好全录进去了。我故意问，2万够我一辈子？他点头，你这种人一辈子也挣不了几个钱。我看着他那张肥脸，只想一拳砸上去。陈涛先忍不住了，指着他鼻子骂，你他妈1500万只给2万，还说够一辈子，你脸皮是水泥糊的。张建国火了，关你屁事。陈涛往前一顶，你再说一遍。眼看就要打起来，我直接掏手机，别吵了，报警。这下刘梅慌了，想上来抢我手机，我一边后退一边拨号，为派出所吗？有人堵我家门口抢彩票，还动手。10几分钟后，民警赶到了，到了派出所，双方各说各的。民警听完直皱眉，问彩票现在在哪儿？我说我已经收好了。张建国立刻跳起来，你看他自己都承认拿着我彩票。我冷冷看他，你说是你的，证据呢？他拍桌子，钱是我出的，我说中了分一半也是你说的。民警让我们都冷静点，又看聊天记录，又听录音，最后叹了口气，这属于民事纠纷，你们协商，协商不了走法律程序，谁也别动手，别闹事。从派出所出来，陈涛直接把我拉上车，他把坐垫掀开，把彩票递给我，你今晚别回出租屋了，跟我走。我说不行，我怕他跟踪你。陈涛骂道，那你还想怎么样？等他半夜撬你门？我想了想，把票又推回去，你先帮我收着，谁都别说，连你女朋友都别说。陈涛点头行，然后他看着我，认真来了一句，李强，你现在别讲情分，对面已经不是同事了，是劫匪。第二天一早，张建国先下手了，我还没到公司，手机消息就响个不停。公司大群里，张建国发了长长一段，各位同事帮忙评评理，昨天我让李强代买了一张彩票，没想到中奖了，现在他把彩票扣在自己手里，非要分走一半，不然就不肯兑奖，做人不能这么黑心。底下立刻一堆人冒泡，真的假的？卧槽，中大奖了，多少啊？这也太狗血了吧！还有人假模假样劝，都同事，好好说。我看得火冒三丈，直接把截图发到群里。第一张张建国给我转200的截图，第二张买完票我发给他的照片，第三张他发的那句号码别打错，中了分你一半，第四张是昨晚的语音转文字记录，我还直接发了句，张建国你自己说的分我一半，现在中了想独吞，还倒打1耙，谁黑心？大家都看得见，群里瞬间炸了。这话确实说了，那也不能不认吧。周丽这时候跳出来装中立，也有可能是开玩笑吧，毕竟谁能想到真的会中奖。我立刻在群里回他，周丽，你昨天在楼梯间也听见了，他亲口说给我2万辛苦费，这也是玩笑。周丽不说话了。张建国急了，在群里狂刷，他就是利用我一时口快讹钱，彩票是我的本金买的，他凭什么拿一半？我直接回凭你嘴贱，凭你答应了，凭票在我这，凭我不认2万。群里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，老张这要是真说过，赖不掉吧？还有人发了个无脸表情，1500万，谁还认同事啊？孙经理吓坏了，赶紧出来，都撤回，别在群里说了，影响公司形象。我偏不撤，凭什么只许他泼脏水，不许我把证据摆出来？张建国也不撤，领导越想压越压不住。办公室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有羡慕的，有嫉妒的，也有等着看我怎么倒霉的。我刚坐下，张建国就冲过来，指着我低吼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在公司待不下去？我抬头看他，那你造谣我偷票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让我待不下去？他一巴掌拍我桌上，你把消息撤了。我说你先撤你的。他抬手就要掀我电脑，我站起来一把推开他，你再碰我一下试试。这时候孙经理和几个男同事赶紧来拉，现场一下子乱成一团。就在这时，财务周丽悄悄给我发了条私信，李强，昨晚张建国下班后去监控室找过保安，想删楼道监控，保安没敢。我看完立刻警觉起来，这老王八蛋是真打算在背后动手脚。我回他能不能帮我问问监控还在不在？周丽发了个我试试，我知道他是墙头草，谁有利他占谁，可这种人有时候反而能派上用场。中午我正在楼下吃面，刘梅直接冲到公司来了，她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哭，大家给评评理啊，这个李强抢我家的救命钱啊，他想逼死
死我们一家！公司门口全是人，保安拦都拦不住。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，哭天抢地的喊：我儿子要上学，我们家还欠着房贷，他一个外人凭什么抢我们的钱？张建国站旁边，脸上装得很难受，嘴上还劝你别闹，回家说。但那表情一看就知道，他就是故意把他带来的。我走过去，直接开路。刘梅，你别在这演，你老公自己答应分我一半，现在想赖。刘梅一下站起来，指着我鼻子骂：你一个穷逼，活该穷死！我老公随口说两句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票是我家出钱买的，你算个什么玩意？我说那你老公怎么不自己去买？怎么不自己去兑奖？他扑上来就抓我衣服，你把票拿出来。我往后一退，顺手把他封样全拍了下来。他见抢不到，转头又开始骂公司，你们公司怎么什么人都收？这种贼也配上班？孙经理脸都绿了一个劲儿，说家属请冷静，请冷静。刘梅更来劲，抬脚就踹我工位边上的垃圾桶，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，不然我就不走。我当场拨了110，派出所吗？有人来公司闹事，砸东西，撕扯我。刘梅一听我要报警，立刻哭得更惨，你报啊，你把我逼死算了。张建国还在旁边装好人，李强没必要吧？他就是情绪激动，我看着他，你把他带来闹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直接拦着？警察来了后，刘梅还想耍横，结果我把他抓我衣服、踹东西的视频一放，他当场老实一半。到了派出所，他又换了套路，开始哭穷。警察同志，我们家真不容易，我老公一把年纪了，好不容易中个彩票，这小子就想分走一半，这不是抢吗？我冷笑你家不容易，我就容易。你老公答应的时候怎么不说你家不容易？民警被吵得头疼，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民事纠纷，别闹，走程序。从派出所出来，陈涛在门口等我，他递给我一瓶水，赶紧找律师。我说律师贵，陈涛骂我1500万你都舍不得花律师费，穷怕了。他说的对，当天下午他就带我去见了王律师。王律师是个40多岁的女人，短头发，表情很冷，开口第一句就挺扎心。我先说清楚，只看材料和证据，情绪对我没用。我点头，我不哭。他看完我手机里的转账记录、聊天、语音，又问了买票流程，沉默了一会儿。我急了，能打吗？王律师说这官司能打，口头承诺别指望太多，光凭一句中了分你一半，法院不一定直接认55分。不过你这边证据不止这一句，还有转账、发号、买票后确认、开奖后再次承认一人一半，以及后来想拿辛苦费换回彩票的录音，这些连起来，证据链是完整的。我一听心里总算落了点地，那彩票在我手里，是不是我就赢了？王律师抬眼看我，票在你手里，说明现在主动权在你这儿，但奖金归属还得看证据和认定。你要是私下把奖领了，对方照样能起诉你。我问那现在咋办？他说第一，立刻把你现有所有聊天录音、视频做证据保全和公证；第二，别让对方接触彩票；第三，兑奖前先发律师函，并且和兑奖中心说明存在归属争议；第四，别再跟他私下乱聊，所有沟通尽量留痕。陈涛在旁边补了一句，意思就是狠狠干，别留空子。王律师都被他逗得轻轻笑了一下。我当天就把手机里的东西全备份。公证处里，我看着一张张材料打印出来，突然有种说不出的荒唐。前几天我还在算这个月房租和我妈的要钱，现在我却在为1500万打仗。王律师办事很快，律师函第二天就发到了张建国手里，估计他一看见律师函彻底慌了。他开始换打法，先是给我打电话我没接，然后开始给我发一连串消息，强子咱们没必要走到这一步，同事一场真闹到这一步对谁都没好处，你要多少钱咱们可以谈。我看着那些消息只觉得恶心，昨晚还说2万够我一辈子，今天就问我要多少钱，我只回了他一句按你说的一半。他那边半天没动静，过了一会儿发来一句你想得太美，我直接截图转给王律师。又过了一天，周丽偷偷把我拉到茶水间，他压低声音说李强，我跟你说个事，你别说是我说的。我点头，你说。他左右看了眼，张建国去找了买彩票那个老板，想让人家改口，说你只是代买。我心里一跳，老马怎么说？周丽撇嘴，老马没答应，他说监控和记录都在，口供没法乱改。我心里这下更稳了。果然没过2天就到了前置调解，地点在调解室。张建国各自律师都到了，张建国一坐下就摆出一副受害人样，好像我才是那个抢钱的。调解员先让双方讲，张建国张嘴就是彩票是我独立出资委托李强代买，奖金理应归我所有，所谓分一半只是口头玩笑，不具有法律效力。我听得只想吐。王律师示意我别插嘴，等他说完，王律师把材料一份一份摆出来，转账记录证明委托代买成立，聊天记录证明除代买外，双方另有中奖分配约定。开奖后语音，张先生再次明确表示一人一半。后续录音中，张先生承认为了拿回彩票，愿意支付李强2万到10万不等辛苦费，这恰恰证明他知道李强对彩票享有现实控制和主张权，并非单纯偷拿。张建国一听就急了，你这都是断章取义。王律师看都没看他，那请你解释，为什么在中奖前后你多次提到分钱，而不是单纯要回彩票？张建国噎住了。这时候老马也被叫来了，彩票站老板老马一进门，看见张建国脸色就不好。调解员问他，你记得当时买票情况吗？老马说记得，李强来买票，号码是微信里报的，买完还拍照发回去，后来他们在微信语音里笑，说发了才一人一半。我当时还开玩笑说别光嘴上分，到时别翻脸，没想到真翻了。这一句出来，张建国脸都发青了，他猛地站起来，你收了他多少钱？帮他做伪证。老马火也上来了，我卖一辈子彩票，靠这个吃饭，我犯得着为你这点破事撒谎？调解员敲桌子，安静。王律师又放了那段关键录音，票拿来，我1分都不会少给你，2万够你一辈子了。录音里张建国那股高高在上的味儿，调解室里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坐在那看着他一点点漏气，心里别提多痛快了。他还是死不认账，他咬死一句话，我说分钱那是情分，不是义务。王律师冷声说，那你翻脸就是恶意。调解没调成，张建国出来时狠狠瞪我一眼，李强你等着。我也看着他，我一直等着呢。这是后来传出去了，先是在公司转，再是楼下商圈转，最后被人发到网上，标题还特别扎眼，同事合买彩票中1500万，出钱人翻脸只给跑腿人2万，底下一页几千条评论，这还用问？说好一半就一半，没中奖的时候兄弟，中奖了就跑腿，这
这老登真不要脸，票在谁手里谁牛，建议直接起诉，别和稀泥。还有人扒出我们公司名字，公司领导这下彻底坐不住了。总经理把我和张建国都叫去会议室，进门第一句就是你们知不知道这给公司造成了多大负面影响？我说是他先在群里造谣我偷票的。张建国低着头装死，总经理烦得直揉太阳穴。我不管你们私下怎么回事，总之尽快解决。公司不是给你们演宫斗的地方。我冷笑一声，那就让他按一半分。张建国一听又抬头，凭什么？总经理盯着他，凭你自己说了。张建国脸色难看的跟吃了屎一样。网上越闹越大，他开始怕了，怕公司把他开了，怕街坊邻居笑话，怕家里亲戚惦记，最怕的还是最后真被判分一半，所以他开始求和。那天晚上他发消息给我，明天见一面，单独谈。陈涛看完就骂鸿门宴。王律师说可以谈，但我建议带律师或者全程录音。最后约在一家茶楼包间。我进去的时候，张建国和刘梅都在。刘梅一看见我，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了。张建国这次难得摆出和气模样，给我倒了杯茶。强子，之前是我太冲动，咱们同事一场，没必要闹成仇人。我看着那茶没碰，直说。他咳了一声，我和刘梅商量过了，给你300万，这是救了了。我差点笑出来，300万，他居然觉得这就算低头了。我说一半，刘梅当场就炸，你还张口，300万还不够你烧高香。我看着他，那你们来干什么？专门来让我看你们夫妻唱双簧。张建国压着火，李强，300万已经很多了，你自己想想，你就是跑个腿，能拿300万，祖坟都冒青烟了。我靠在椅背上，你又来了，你老说我是跑腿的，那你别给跑腿的发，中了分你一半。你嘴里说出来的话是放屁，有钱的时候就想收回去。他脸一沉，你别逼我。我笑了，你还能怎么逼？老婆闹过了，公司闹过了，派出所去过了，调解也扯过了，你还有什么新花样？刘梅拍桌子，你信不信我跟你同归于尽？我看都不看他，你先把你自己那条命值多少钱想明白，再来吓我。张建国终于露出本来面目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，李强，你一个没钱没背景的东西，非要把事做绝，你拿300万走人，已经是我给你脸，真打下去，你未必能拿这么多。我把录音笔往桌上一摆，那就打。他一愣，我继续说，我现在只认2条，按你说的一半。第二，你要想玩，我陪你玩到底，兑奖有期限，你拖我就申请保全，你闹我就把新录音继续放网上，你名声不要，我更不要。刘梅气得站起来，抓起茶杯就要砸，张建国赶紧拦住，包间里乱成一团。我站起身拿上录音笔，临走前丢下一句，想少分钱了事。晚了。出来以后，陈涛在楼下等我，他问谈崩了，我说崩的不能再崩。陈涛点了根烟，乐了，那就狠狠干。后面几天事情开始进中局，王律师那边把材料往前推，兑奖中心那边也因为归属争议，要求双方按程序处理。张建国急得团团转，刘梅又来我住处闹过一次，这回更狠，直接拿鞋底拍我门，还在楼道里骂我绝户短命鬼。我全程隔着门录像，等他骂累了，直接把视频甩给民警，民警估计都烦死他们2口子了，直接警告再闹就拘留。这下他们总算消停2天，这点消停只是表面文章，私底下张建国还想托关系走兑奖渠道，想绕过我先把奖领了。好在王律师盯得紧，提前把争议材料交了上去，他那点小算盘直接被卡死。我第一次觉得穷人有时候要翻身，靠的还真不是运气，是死咬。又过了一阵，结果出来了，结果没有立刻见分晓，公道是我一点点硬磨出来的。综合转账、聊天、开奖后确认、录音、证人证言，还有双方实际参与情形，最后认定我和张建国对奖金都有权主张，按约定和实际情况分割。结果是我拿到接近一半，扣税后到我账上的钱让我盯着手机看了很久，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零，短信一来我手都在抖。陈涛比我还激动，在旁边直拍我肩膀，操，真他妈发财了。我没接话，只是盯着屏幕发愣，那感觉很复杂，高兴里还夹着一股终于出了口恶气的痛快。张建国那边也拿到了属于他那部分，但他过得很难看，一点脸面都没剩下。刘梅天天跟他吵，邻居都知道他们家中了1000万彩票还闹成这样，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全冒出来借钱，老婆娘家也盯上了。有一回我去银行办业务，正好远远碰见张建国，才多久没见，他像老了10岁，头发白了一大片，他也看见我了，我们隔着大厅对了一眼，他眼神里那股恨还是在，但更多的是后悔。我懒得多看，转身就走，钱是分完了，仇也彻底结死了。我后来也没回公司，辞职是真的辞了。我先给我妈换了医院，给家里买了套房，又把欠的钱都平了。陈涛说让我请他吃顿大的，我直接带他去吃了顿海鲜，他边吃边骂我，你现在也算有钱人了，别又抠抠搜搜。我说有钱我也知道这钱怎么来的，是打出来的，不是捡来的。陈涛点点头，这话像人话。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坐着，盯着手机银行里的余额看了很久，我想起张建国第一次把200块转给我的时候，还笑着说中了分我一半，就这么一句话把我们从同事变成了仇人。钱这个东西真狠，没钱的时候大家还能装出一副讲道理讲情分的样子，有钱的时候皮一撕，里面那些脏心思就全露出来了。后来有人问我这笔钱拿得累不累，我说累，真累。这1500万砸下来带来的不是轻松和惊喜，而是一场硬碰硬的厮杀，你只要退一步，别人就会笑着把你吃干抹净，最后还反过来骂你贪。周丽后来告诉我，张建国和刘梅天天因为钱吵到后面连儿子都嫌他们烦。张建国想拿钱做点生意，刘梅死活不让，怕他赔，两口子互相防着，银行卡都不肯给对方看。我听完笑了一下，心里却一点都不觉得好笑。周丽沉默了一下，又说其实你运气真好。我回他，我哪是运气好，我是把证据攥住了，不然现在哭的人就是我。他不说话了。那天夜里，我看着卡里的钱，忽然觉得特别清醒，人能坏到什么地步？我算见识到了，人为了不吃亏能狠到什么地步，我也算彻底见识到了。而我偏偏就是后面那种人，谁想黑我的钱，我就狠狠干回去。